this is what we see, yet this is what the artists of ancient times might have seen. And even more, it's how he sees the world. He is Taiwan's first artist to turn the earth into his colors. 你知道自己的家乡是什么颜色吗？是日月潭的红，还是花莲的绿？哦，来看，过来！哦，这个就是我等很久的东西，等了5年6年了。哇，这里面好多虫啊！而且这虫刚刚还有节奏感。我们吓到它的时候，它是全部的虫一起跳。这是飞蛾寄生的虫网。那过一阵子以后，它就会长这样，就是它会产生很多这种深色的色素。然后我们制作颜料啊，或者制作染料，它可以做黑色跟咖啡色。好，我们走。就是我们芒果树，用它的叶子呢，就可以做 Indian Yellow， 很梦幻的那个黄色。有人问我说，艺术是什么？艺术是一种杂学哦。这是姜黄、柳树啊，做炭笔的主要材料。桃胶是一种粘结剂，就是什么都要学。像我就学习古人，跟天地共生，跟自然去学习。这个就是木兰哈，如果是中国的方法，就是做出来叫做清代，然后用印度的方法做出来就是蓝靛哈。就同一个材料，你看一个植物可以做5个颜色以上，就是用不同国家的工艺。园区的植物、生物都是我的调色盘，是大地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以前画画的人一定都要会做颜料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开始画家不做颜料？是1841，美国画家兰德发明那个管状颜料以后，就从此画家就不再做颜料。好，我们现在要取的不是龙眼哦，是上面这个一块一块的东西，就是 shellac 紫胶虫 ，leca insect 哦，就是这些可以作为染料、口红啊跟红色颜料这样子。以前大概在15世纪是很重要、价格很高贵的一个材料。我为什么会做大地原色就是我发现说，台湾这400年来没有颜料方面的这种传承啊。那颜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任何的所有的文明啊，都有它自己的色彩，都是从它自己脚下土地开始的。土质颜料啊，其实是我们画油画的基本的材料。除了做油画颜料以外啊，其实它的颜色色素、色粉，我们把它提取出来。我就知道我自己家乡是什么颜色，我们南投草屯是什么颜色。下次看到拿铲子的不一定是农夫啦有可能是画家。这是我的工作室。这边是台湾的一些色粉，那我的研究书籍这样子。这边你看到的就是从台湾的矿物、石头、土壤、植物、生物，甚至是牙齿，等等这些材料来制作的色粉。然后桌面上是我们做的台湾色的各式各样的颜料。以前就讲说这叫炼金术啦。
泥土我们历经了清洗、粗过滤、细过滤，慢慢的把它萃取成色粉。那色粉呢，我们再去加胶、加各种的粘结剂、加一些天然的物质。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制作颜料的过程。在台湾，我们可以有自己的颜色、自己的文化。这是草屯大地的颜色。我的艺术启蒙啊，是从我父亲那边，从东方的寺庙这边启蒙。较早捏这个龙条的时阵，迄足久啊，20-30年。伊即摆变安尼，佫金金。无啦，就是9字了，佫金啊30几年啊吼，褪色的啊。我爸他就是传统的工艺家啦，他们就是做寺庙彩绘，然后泥塑、佛雕、木雕，包山包海都要会。我小时候就陪伴着他在那边雕阿嬷头，然后他就会用水泥跟那个抹刀，把那个带状的形状在报纸上面先把它画出来，画出来以后，他会用水泥去泥塑，把形状塑好啊。里面当然会有铁片啊，会有铁丝啊，什么砖瓦那些都会在里面形塑这样。因为你直接用水泥根本没有办法塑上去，所以它都要预先在旁边这附近啊，都要在地上先加工。我一直很感念父亲过去40几年来的一些启蒙啊，今天就是就地重游啦。我有一张图就是为这只龙王，但是我甲仙女的所在，我改做哥吉拉。改过。对啊。你敢有看过迄张图？我敢无注意看咧。但有啦，有看到迄个龙的头啊。但是你讲哥吉拉迄个，我无甲注意。我大学的时候专攻在古典油画，就是这样的学习以后，就渐渐的产生一个迷惘。我常常都会在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往何处去？好，这个提问啊，一直在我心里面绕。这是我最近在进行的自画像，上面有我的自述，48岁，用永恒的在地色彩描画自己。我在2013年就开始说，去整理这些台湾土地的色彩，用土地的色彩去尝试把世界范围内经典的画法，比方说蛋彩画的画法啦，油画的多层次画法啦，油画的透明技法啦，湿壁画，还有这个干壁画、古代壁画的方法，全部都用在地的材料去重现一次，去试图的去探寻一种新的可能。那我就加水咯。中国的一种古代的造纸技术所延伸出来的一种创作形态，是比蔡伦还要早，叫做胶纸法造纸。这个是我们台湾的构树的纸浆，然后混合了当地的泥土的色浆。还有我们现地的稻草，
这都煮过灰的，都是标准的可以造纸的材料。我很喜欢这种创作方式是，因为它可以把自然拆解，然后通过它自己本身物质的这种特性，有机的、自然的再去重组，有点跟自然协同作画。仿佛我们就生长在这样的一个天地当中，微缩在这个巧妙的画面之上。我有一件作品啊，是纸胶之梦，是用纸胶虫去作画的，里面呢会有用到很多像水平线、地平线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啊。这个就是我在台湾家乡的一些观察。南投草屯啊是唯一不靠海的城市啊，所以会被群山围绕。像我眼前这边望过去就是八卦山，它是这种台地地形很和缓的这种变化。现在用的是我们南投草屯的土来画南投草屯，用家乡画家乡。古希腊有阿佩莱兹。阿佩莱斯用最简单的4个颜色，那经过了1000多年，德国艺术家阿尔伯特·杜勒也用了德国当地的色彩去描画他自己。我们跟古希腊一样，跟当年文艺复兴的德国一样，我们都有自己的在地色彩。我们为什么会生存在这个世界？是因为我们延续了某些传承跟文化。像我就学习古人，跟自然去学习，重新诠释，再创造。真正的梦土啊，不在外面。其实真正的所谓的梦土，其实就在我们的家乡。